說到高端 MPV， 你会想到哪一台呢？这辆是理想的 Mega， 可以说在去年上市之后啊，饱受争议。但是今年呢，在换新版上市之后，销量可以说是稳步增长，可以说在40万以上的 MPV 市场当中名列前茅。但说到 MPV， 怎么能够把別克忘了呢？這次 MPV 開創者更是帶來了一款新能源豪華 MPV， 就是它別克致敬世嘉。那今天我的主線任務就是看看新能源時代誰更懂造 MPV。那这两款车的外觀呢，可以說採用了完全不同的設計風格。我覺得理想 Mega 它是極簡主義，而且你在它的外觀上幾乎找不到任何鍍鉻飾條。其實我看到它的第一眼啊，我覺得是很有未來科技感的，很像一個高鐵的車頭啊。但其實呢，對於用戶的接受程度呢，也是具有一定挑戰的。如果說你能夠接受它，那我相信你一定很喜歡它。當然，這就是前衛設計所帶來的兩極分化。別克致敬世嘉的設計語言呢，是來自於私人飛機灣流。你可以看到它在一些關鍵的線條位置呢，都會有些鍍鉻件的裝飾，非常的好看。輪圈的設計呢，也是不靈不靈的。那作為別克家族別墅級的旗艦之作，可以說呢，它在很多細節的設計都是非常老練的。比如說它這個前臉的金鑽展翼大燈，它有7種自適應模式，還有5種溫馨燈語。整個車身所體現出來的是讓更多人更容易接受的高端形象，這也是別克一直以來的理念。當然，作為高端 MPV， 外觀只是門面，我們還要看看這裡子夠不夠到位。Mega 的內飾呢，依舊沿用了非常標準化的理想的這種思路啊。你看一下我們的這個主駕駛呢，它是沒有儀表板的，它取而代之的呢是方向盤上的這個小屏幕以及 HUD 來顯示必要的駕駛信息。那中控屏和副駕屏呢是2塊15.7英寸的屏幕所組成的連屏，這也基本上就是 Mega 前排的一個內飾的基本要素了。也有朋友說 Mega 這個車裡裡外外的設計啊，讓它最不像50多萬的車。其實我覺得設計感比較少，豪華元素不多，但是整體呢還是比較簡約的。別克致敬世嘉的內飾呢，就相對來說要華麗一點。比如說呢，在方向盤後面是有一個10.25英寸的儀表盤，而它的中控屏以及副駕娛樂屏是16.3英寸，相對於理想 Mega 要稍微大一點。那更重要的，除了屏幕之外呢，它的內飾設計也會有一些細節講究。比如說這個門板有多種材質拼接而成，表面呢帶有紋路，不會過分的刷存在感，對於車廂的氛圍和高級感都有一定的作用。我現在呢是在駕駛席，無論呢是坐姿還是視野，都讓我覺得非常的舒服。還有一點，就是這個座椅啊，坐上去讓我覺得像家裡的大沙發一樣，非常的軟和，同時呢支撐性又很好，所以你能夠感受到人體工程學設計對於車企來說真的是基本素養，而它表現得很好。除了這些看得見的東西，豆豆要說，致敬世嘉在那些看不見的地方也在默默的提升體驗。它有5恆：恆溫、恆濕、恆氧、恆潔、恆靜。畢竟啊 ，MPV 用戶在車內度過的時間會比其他車型要多很多，尤其呢是對於敏感人群來說更加重要。那這些方面呢，就恰恰體現出了別克作為 MPV 開創者他獨到的思考。考大家一個問題，汽車界是不是有好幾個廠？比如說呢，奧迪是燈廠，本田呢是發動機廠，而別克呢則被稱為椅廠。因為有很多人啊買 GL8，確實是因為它的椅子實在是太舒服了。那來到致敬世嘉這款更加高端的 MPV 的第2排呢，給我的感受就是更棒了。首先呢，它不僅僅觀感非常的厚實，還有行業少有的2排多姿態零重力座椅。朋友們，這個2排座椅簡直是太舒服了，我現在就有搬回家的衝動。你可以通過扶手上的5.5寸智慧移動管家屏來調節座椅、空調、娛樂設置。有了這麼舒服的沙發，咱冰箱彩電啊也得管上。你看，這是21寸的吸頂屏，同時呢，它還有40度到50度溫郁的冷暖箱。對於這個價位來說呢，這些配置都比較基礎，但是還有一些不基礎的配置，比如說咱這個用手勢就能夠關閉的側滑門。這樣從外到內體驗下來，別克致敬世嘉可以說無論是觀感還是體驗都非常符合他們所定義的別墅級 MPV 的概念。從剛才的致敬世嘉下來，再來到 Mega 的第2排，我會覺得有一點落差感。其實呢，理想 Mega 的第2排和它前排一樣，基礎素質都不錯，但是呢，似乎少了一些高端車型能夠提供的情緒價值。冰箱、彩電、大沙發雖然它都有，但是這個空間就讓你很難感受到高端豪華的氛圍。但是咱有一說一啊，最近所推出的 Home 版呢，確實在第2排也下了不少功夫，新增了座椅旋鈕和零重力功能，尤其呢是旋轉設計。不過嘛，想要這些得加錢。
那既然呢对比的是 MPV 车型，我就直接坐在第2排来感受他们的动态试驾体验。其实这2天呢，这2台车我都开过啊，我觉得理想 Mega 呢，它整体的试驾感受还是相当不错的。比如说呢，动力非常的强劲，加速呢也很线性。但是呢，作为一台 MPV， 我觉得舒適也是重中之重。那第2排呢，就是理想 Mega 最舒適的一个位置。你比如說在駕駛的過程當中，無論呢是大起伏還是小溝壑，它都非常的從容淡定。還有一點呢，就是靜音效果，我覺得它整體的 NVH 做的也還不錯。還有一些小小的缺點，就比如說視野盲區這一塊，那它的整個外後視鏡呢稍微有一點點窄。那還有一點就是它為了追求高鐵式的流線型的外觀，它整個第3排的視野以及採光率，相比於別克世嘉也會稍微弱一點。整體開下來，無論呢你是在駕駛席駕駛當中，還是你在第2排、第3排作為乘客，它的體驗都是非常輕鬆和自如的。所以我覺得作為新勢力品牌，在動態體驗上能夠有這樣的完整性，還是相當值得肯定的。那坐在致敬試駕的第2排呢，我一個非常大的感受就是這種行駛起來的高級感。它的底盤調教呢，相對於理想 Mega， 我覺得會更加的有韌性。還有一點呢，就是它在開起來的時候，過一些大的坑洼，你會發現它整個車身的晃動會比較小。那這個對於暈車的朋友來說，非常的友好。那還有一點我切身的感受就是它更加適合長途旅行、長時間乘坐，就是因為它這個第2排的座椅的整個舒適度真的非常非常 nice。首先呢，很軟，就像家裡的大沙發一樣，而且你會發現它很寬。然後還有就是它整個背部這一塊，它的支撐點做得非常好。你像我是一個166身高的女生，但是比如說這塊是我的支撐點，但是你比如說還有1.85米的、1.9米的，還有1.55米的不同的朋友，所以呢你會發現它整個人體工程學是適用於所有人的。再有一點呢，就是動力形式。那大家都知道 Mega 呢是純電車，而這台致敬世嘉呢，它是插混車，搭載的呢是別克真龍插混 Pro 雙電機版本，補能還是非常關鍵的。那能加油就意味着在長途旅行之下還是會更加從容的，因為它的 CLTC 綜合續航達到了1320公里。而20分鐘就能夠從30%充到80%，所以說它在不同的場景需求下會有着更好的適應性。今天這個選題啊，其實我覺得非常的有意思，因為這2台車都是在這個細分市場當中風格迥異的車型，但是呢都有着相當不錯的表現。相比之下，理想 Mega 作為新生力量，可以說風格呢更加激進，但是呢在產品體驗上確實有些不夠成熟的地方。而別克致敬世嘉則展現出更為全面的能力，作為大廠出品，它無論是品質、可靠性還是安全性都更加值得信賴。那屏幕前的你，如果要選一台高端 MPV，會更在乎哪些點呢？咱們在評論區一起聊一聊吧。